小红帽，你居然想帮狼人？还叫那个狼人马克叔叔？看来村长的判断是对的。小红帽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。我不知道你们跟狼人有什么仇，但马克叔叔只是在保护我。如果你真的冥顽不灵，那只能把你的尸体带回去了。布兰妮，退下。可是，绝对不能让他加入进来。但要怎么说？听我的就行，你只为拖后腿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现在我需要你相信我，马克叔叔能对付他们。好想上去帮忙，但完全插不上手。不好，马克叔叔的生命力在下降，但对面2个近战的下降速度更快。按照这个趋势，应该能赢。关键是发明家叔叔的炮弹，以马克叔叔的状态，最多还能承受1发、2发，还是3发。我记得打中后是扣掉1300，而马克叔叔还剩1500多的生命力，那么最多只能再承受1发了。至少我能用我的能力盯紧发明家叔叔的位置。那么发明家叔叔现在躲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记得妈妈说过，要准确地向某人表达方向，可以把它看作钟表的圆心，周围一圈是钟表的12个数字，12点就是它的正前方。那么发明家叔叔的位置在几点钟？这个方向就是马克叔叔的4点钟方向，小心！我将守在4点钟。喂，不是说只要狼人不变身，就和普通人没区别吗？还是不好对付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拖住他就行。汉姆，交给你了。总算赶上了。什么？还有一个？小红帽，该回家了。大锤叔叔，你别过来。小红帽，你锤子叔叔来接你回家了。不好，那个胖子是冲着布兰妮去的，要优先解决。你的对手是我们。可恶！布兰妮，快跑！小红帽，别跑！大锤叔叔，你最不喜欢跑步了，我求你别追了。小红帽，吃我一锤就好了，不疼。不用怕，用我的能力应该可以躲开。什么？为什么用不了了？难道？看来你这个能力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。难道我已经到极限了吗？怎么办？对了，大锤叔叔平时和我关系挺好，不如继续逃跑，还是跟他拼了，或者装一下可怜？好疼啊！大锤叔叔，你想砸死我吗？小红帽，刚才那下只是提醒你不要抵抗了。刚才那个声响是什么？难道那个胖子想砸死布兰妮？去救布兰妮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3人？如果那个胖子只是想把布兰妮抓走，那么解决这3个人后，应该可以再追上。但万一那个胖子是想下杀手，那就糟了。先救布兰妮。杭白君提醒各位观众，动画里的角色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此时的马克不了解全部的情况，因此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的判断。有破绽。糟糕了。对不起，只要有1瞬间的大意，我就能打中你。糟糕，马克叔叔，是继续跑，还是回去救马克叔叔？要认清现实，我现在根本没能力救他，只有先逃跑，然后相信马克叔叔能活下来。放心吧，小红帽，接下来这一击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，只会让你
离开这里！啊！我在空中飞吗？虽然那下确实不疼，但接下来我会摔死的呀。好吧，马上就要去见那个光球了吗？这是干草堆，得救了！小红帽从干草堆里爬了出来，先得搞清楚我在哪里。这里是刚刚发生战斗的地方，那么我现在应该在……周围都是黄色的干草堆，没错，我应该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接下来应该去哪里？小红帽，是你吗？海伦姐姐，你好像受伤了，快让我看看。给她看伤势，还是远离她？我总觉得不对劲，不能靠近她。怎么了？海伦姐姐，你也是来抓我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你海伦姐姐，我们关系最好了。那么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昨天晚上，你妈妈被狼人抓走了，村长派了村子里最能干的几个人去找，所以我正好路过这里。他的解释是实话还是谎言？海伦姐姐，你就不要骗我了。刚才大锤叔叔把我扇飞，不偏不倚，刚好落在这个草堆里，而你刚好就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这实在是太巧了。所以，你恐怕不是碰巧路过，而是和大锤叔叔串通好的。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锐了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，我确实是和韩姆说好的。那么你觉得韩姆是想要害你，还是想要救你呢？当时马克叔叔已经生命垂危，一旦他们打赢了马克叔叔，那么我一定会被抓回去。这么看来，大锤叔叔似乎是救了我。没错，我和你大锤叔叔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和那3个莽夫不一样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好了，快过来吧，让我给你看看伤势。不对，有一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对劲。海伦姐姐已经靠过来了，但我需要时间思考，必须要再发动一次那个能力，只要一次就行。小红帽，干得好！现在好好整理一下思绪，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海伦姐姐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抓我的？首先，在上一集我是这么推理的：第一，大锤叔叔把我锤到这里，而海伦姐姐刚好在这里出现，那么他们2人一定是一伙的。第二，大锤叔叔在马克叔叔烈士的时候把我锤了过来，似乎是在帮我。这2条线索可以推理出海伦姐姐也是来帮我的。但如果在某一种情况下，这个结论就会完全颠倒过来。这个情况是，大锤叔叔并不知道我会飞到哪里，大锤叔叔并不知道马克叔叔处于劣势。大锤叔叔并不知道我会飞到哪里吗？不会的，他应该是算好的，否则海伦姐姐也不会出现在那里。如果大锤叔叔并不知道马克叔叔处于劣势，那么他把我锤飞的行为就不是为了救我，而是为了让我摔死，将我和马克叔叔分开。他应该不是想让我摔死，否则直接一锤砸死我就行了，而是为了将我和马克叔叔分开。但这个条件只是我的假设，有没有证据呢？对了，我记得百夫长叔叔这么说过。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拖住他就行。汉姆，交给你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拖住他就行。
这句话意味着，他们只要拖住马克叔叔，大锤叔叔就能完成任务。既然如此，马克叔叔是否处于劣势？与其说大锤叔叔不知道，不如说大锤叔叔根本不用去在意。原来如此，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：我和马克叔叔在迷宫里碰到的狼，应该是驯兽师的哨兵。他在遇见我们后，立刻跑去通知了驯兽师。在我们走出迷宫后，驯兽师先用狼群消耗掉马克叔叔的变身，然后他们3人立刻上来围攻，但他们并不确定能不能打赢，所以再派大锤叔叔把我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将我和马克叔叔彻底分开。最后由海伦姐姐抓我回去，这就是他们的整盘计划，一个为了把我抓回去而精心设计的圈套。是谁设计的呢？不知道，目前线索太少了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海伦姐姐就是他们计划的最后一环，她是来抓我回去的。海伦姐姐是抓我回去的，那么此时应该逃跑还是求情？就连平时最喜欢我的大锤叔叔都没办法说通，这说明他们是铁了心要抓我。不要妄想可以通过求情解决了，必须立刻逃跑。小红帽，你怎么开始逃跑了？只管全力奔跑，不要回头。小红帽，你先停下来好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布兰妮，你给我站住！不好，是海伦姐姐的飞刀。刚才那下只是警告，小红帽，不要惹我生气。他果然不会就这么放我跑，怎么办？布兰妮，终有一天你要独自面对。好吧，躲不过的终究躲不过，该面对的还得面对。我能行吗？小红帽，你这什么造型？难道你想跟我正面对抗？你应该最清楚，就算是速度再快的人，也躲不过我的飞刀。小红帽，之前那头野狼的突袭，你都挡下了，这一次一样可以。虽然手疼得发抖，但至少挡住了。不可能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等等，他的眼睛变成了黄褐色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村长果然是对的，小红帽干得不错，但是姐姐我生气了。飞来了3把刀，不对，其中有2把应该是虚刀，它们的旋转方向和真刀相反。那么哪一把是真刀？这把刀的旋转方向和其他2把不一样，这是真刀，挡住它。好疼，明明挡住了，但生命力还是会下降。海伦姐姐，你真的会杀死我吗？刚才我控制了力度，否则你已经死了。乖一点，别挣扎了。海伦姐姐，我必须要走，这是外婆的遗愿。好吧，那就别怪姐姐了。接下来这一刀不会杀死你，但会让你全身麻痹。难道是海伦姐姐做手术用的麻醉刀？糟糕，能力消失了，完了！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，但对一个小女孩使用飞刀的人，我亨特绝不轻饶。猎人叔叔，小红帽，什么都不用说，赶紧走。猎人叔叔，谢谢你。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，但以后一定还能再遇见的。亨特，海伦，放马过来吧。小红帽拼命地奔跑，饥饿和疲倦开始占据他的身体。没想到我设计的圈套要被你挣脱了，小红帽，对不起，出于职责，我必须再次阻拦你。但我希望你可以通过今天最后的考验。小红帽就这么一直跑，不知跑了多久，直到他精疲力尽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
不知道猎人叔叔怎么样了，还有马克叔叔，他还活着吗？没时间想这些了，接下来我应该先去哪里？对了，如果马克叔叔能活下来，那么他一定会去落日酒馆等我。好，去落日酒馆。什么东西？这有点像我迷宫里见到的那个，只不过体积小很多。但不管它是什么，现在它似乎是想攻击我，怎么办？是逃跑，还是正面对抗？记住，有时候直面恐惧反而是最安全的。没错，现在的情况和刚才不一样，我已经跑不动了。如果勉强逃跑，反而会更加危险，只能正面对抗了。小红帽，你连他爸爸都见过，不用害怕，先下手为强。我只是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已经半夜了，不回家吗？我来自别的村子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暂时回不了家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不管是流浪的旅人，还是快冻死的乞丐，甚至逃亡的罪犯，在这里都能获得片刻的安宁。老爷爷，那你觉得我是哪一类呢？你是一名勇敢的公主。老爷爷，你这猜的差的也太远了。哈哈，会是的。休息的差不多了，我得走了。你的体力和精力几乎已经枯竭，就在这里睡一夜吧。可是，实不相瞒，我正在被人追捕。放心吧，只要我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在这里实行抓捕。先赶路，还是先睡觉？撑不住了，
要不还是先睡觉吧。这位尊敬的牧师，请问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戴着红色兜帽的小女孩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阿斯菲尔德的，我们村一个小女孩被狼人绑架了，我们正在找她。此时的牧师判断出了眼前的人在撒谎，那么牧师是通过哪一点看出来的？带血的枪头和护腕，说明刚刚经历过战斗。而这双通红的眼睛，我读到的不是担忧，而是杀意。很遗憾，我没见过。那么请问，能让我们进教堂做一次忏悔吗？派克，你难道在质疑这位牧师？牧师可是不会说谎的。我没有。你就是。母了，我真的就是想进去做一次忏悔。得了吧，我们村子的教堂也没见你进去忏悔过。你就不能闭嘴吗？你们想要忏悔的话，明天白天随时可以过来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派克，我们明天再继续找吧。哼，我们走。睡得好香，感觉身体的疲劳消失了。只有充足的睡眠才能修复身体。老爷爷，早上好。抓捕你的人昨晚来过了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？我打算去落日酒馆。去落日酒馆有2条路可以走，走大路比较通畅，半天就可以到。走森林小路需要1天的时间，并且森林里还有野兽，不好走。那么，我应该走哪条路呢？走大路虽然方便，但太容易被他们发现了，还是走森林小路吧。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，拿着。这是300块铜币。你可以花50铜币搭乘商队的马车，中午之前就能到，而且不会被发现。我不能收你的钱，就当是借你的，等你以后长大了，回到这里来还给我。老爷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当你在落难时被人帮过，那么你也会去帮那些落难的人。小红帽乘坐商队的车，在当天中午到达了落日酒馆。这就是落日酒馆吗？马克叔叔好像不在，那就找人问问吧。应该找谁问呢？既然是打听消息，那么应该找一直在酒馆里的人，就找这个调酒师吧。调酒师先生，请问您见过一个穿着风衣的中年大叔吗？他大概长这个样子。小姑娘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家找你妈妈去。怎么这个态度？小孩子就不能来酒馆吗？好像确实不能来，该怎么办呢？威胁他，还是哀求他，又或者来点喝的东西？先花钱让他给我来点喝的，作为调酒师，这是他分内的工作。我想来点喝的，就这个果汁，10枚铜币。来2杯，另一杯，请你喝。小姑娘，你还挺懂事的嘛。干杯。好吧，那么我来考考你，如果你够机灵，我就再帮你看看你的那张画。好。这里是1叠铜币，我用杯子将它们扣住，看仔细了。难不倒我，
这是实际的画面。有没有观众不靠小红帽的能力就能看清楚的？我们再看一遍。这是小红帽眼中的画面。好了，请问我知道有铜币的杯子是这个。我要问的是，我刚才放进去了几枚铜币？啊！调酒师刚才放进去的铜币有5枚，但小红帽并没有在意这一点。想不起来了，瞎蒙一个答案吧。是4枚吗？很遗憾，是5枚。好了好了，逗你呢，再让我看看你的画。虽然画得很抽象，但特征还是很明显的，穿着风衣，还有长长的爪子。你见过吗？很抱歉，没有。不是吧？别灰心，你可以把这张画贴到公告栏上，并且加上悬赏，只要赏金足够，会有人来帮你的。悬赏？我现在有230铜币。有点少。你看看公告栏上的其他悬赏单，至少得1000铜币起步。那怎么办？你可以看看有什么任务是你能做的，赚取一些赏金。那么，应该选哪个任务呢？这里有个任务，摘10个野灵芝，比较适合我。等等，讨伐狼人，这个狼人，难道是马克叔叔？我要接这个任务。这个可是悬赏1万铜币的危险任务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这个狼人很可能是我要找的人。好吧，那至少用你那230铜币更新一下你的装备吧。更新装备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，你带的那个钩爪不太行，这是你的基础面板，加上钩爪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原来如此。用200铜币买下这把加15的新钩爪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样的话，我打那个绿色的东西最多只要就算不用横扫，最多也只要打3下，看起来不错。我买下了。多谢惠顾。剩下的30铜币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你。混蛋，你连小孩子的钱都要骗吗？老板，喂，我可没有骗他。小姑娘，你不能接这个任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了就是送死。不会的，那个狼人是我认识的人。那如果不是呢？世界上的狼人可不止一个。除非拥有和狼人正面抗衡的实力，否则不许接这个任务。我有这个实力的。周围传来了一阵哄堂大笑。小姑娘，有骨气是好的，那我给你个机会，我只防御不进攻，让你打3下。如果你能击倒我，我就承认你的实力。哇，大家快过来，有好戏看了！周围看戏的人越来越多，都跟看小丑一样看着小红帽。别小看我。嘿，为什么我攻击力明明是15，他却毫发无伤？这都不懂吗？因为我的护甲大于你的攻击力。周围再次传来了哄笑声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么，想要伤到他，要多打几下，还是用横扫？多打几下肯定没用，横扫能将攻击力加10，能伤到他吗？15加10等于25，还是不行，没办法了吗？对了，还有一招叫突刺。虽然我没办法把爪子丢出去，
但我记得马克叔叔使用突刺时，是把力量集中到一个点上。好，试一试。攻击力增加了20，行得通。嘿，小姑娘有2下子，但我说的不是伤到我，而是击倒我。怎么办？对了，我还可以使用推理剧场，使用逻辑擂台，使用那个能力。我还可以发动那个能力，之前总是用那个能力来自保，但或许也可以用来进攻。对，就像我第1次发动时那样。好，上吧。应该攻击哪里呢？或许可以攻击他脚下的地板。小红帽用突刺将酒店老板脚下的地板捅开，酒店老板一时之间没站稳。你刚才说击倒你就行，并没有说必须把你的生命值打空，而你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了。周围又响起了一阵哄笑，只不过嘲笑的对象变成了酒店老板。老板，你居然被一个小女孩打倒了！愿赌服输，小姑娘，你赢了。是你让着我，我才能赢的。你知道就好。那好了，这是任务的委托书，上面有详细的描述。近期在落日酒馆附近出现了游荡的狼人，根据侦察队的情报，此狼人在夜晚会栖息在东北方向的山洞里，希望有勇者能将其讨伐。既然你一定要去，那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拿着。这是烟雾球，我见过，之前猎人叔叔用它来逃跑。万一那个狼人不是你认识的那个，立刻使用烟雾球逃跑。白送给我吗？算是弥补给你的。那个奸商卖东西给一个小女孩，居然不打折。喂，那就谢谢老板了。小红帽简单吃了点东西，在黄昏时刻出发了。老板，我有个问题，想问就问。烟雾球为什么要送2个？因为买1送1，因为好事成双，因为他可能需要用2次。刚才他攻击的时候，眼睛在一瞬间变成了黄褐色，你也发现了吧？是的，那个小女孩是一个狼人。我记得阿斯菲尔德的村长常年对外悬赏亡人，只要抓到1个就能换3万铜币。没错，察觉到这一点的很可能不止我们2个。恐怕那些赏金猎人已经瞄准猎物了，所以烟雾球他可能需要用2次。小红帽进入了迷雾区域，但很快便失去了方向。怎么回事？已经在这里绕了好几圈了。对了，我记得塔梅尔爷爷曾经说过，如果发现自己走不出森林，就跟着动物走。那么，我应该往哪里走呢？这2条路是野狼和狗熊，但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小孩的身影？也许他也迷路了，我得去帮他。他刚才走了哪条路？应该是这边。不好，有一只狗熊靠近他了。此时应该扭头逃跑，还是攻击狗熊，又或者挡在他和狗熊中间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要攻击狗熊吗？它皮糙肉厚，我的攻击可能不痛不痒。最稳妥的办法是挡在它们中间。这里危险，你赶紧走。谢谢你。可是不要多说了，我来拖住这只狗熊。可是它只是想来向我问好而已。什么？它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，但为什么那么幼稚？熊先生，你先走吧，
小女孩话音刚落，狗熊就离开了。狗熊居然乖乖听话了。不对，应该只是个巧合。你孤身一人，为什么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？这里可是我的后花园，我想来就来。你又为什么来这里？我要去东北方向的山洞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当然，跟我来吧。两人在迷雾中前进，不一会儿就远远看到了洞口，但白衣小女孩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怎么了？这山洞里有我不熟悉的味道，这味道很危险，不要进去。你把我送到这里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我一个人进去就行。好吧，那这块手帕送给你，上面有我的味道，至少我认识的那些动物，它们不会来打扰你了。真的吗？但这气味只能维持30分钟，所以你走进洞穴20分钟后就必须往回走了。他的数学好像不太好。等一下，30除以2等于15啊，是吗？总之，祝你好运。说完，白衣女孩离开了。真是个奇怪的家伙。难道说，塔梅尔爷爷，为什么那些羊群都听你的话？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天生就对动物有感知能力，比如我。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但传说中还有一种更厉害的人，他们能和动物心意相通，甚至进行对话。这种人能成为最顶级的驯兽师。哦？但我从来没见过，很多传说也许只是谣传。不去想这些了，还是先进这个山洞吧。山洞的洞口有一排人影，这些人是……山洞的洞口有一排人影，这些人是来洞穴探险的，还是来抓我的？如果说他们是来洞穴探险的，应该面朝洞穴才对，而他们面朝外面，难道是来抓我的？但也有别的可能，先看看他们的反应。双方就这么僵持着，时间过去了5分钟。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为什么他们一动不动？小红帽小心翼翼地靠近，而眼前的这些人还是纹丝不动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雕像吗？小红帽摸了摸其中的一个人，不对，这明明是真人，是在梦游吗？但眼睛却是睁开的。看来，只有进入到洞里，才能知道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是马克叔叔。等等，感觉不太一样。马克叔叔，是你吗？眼前的狼人消失在了洞穴深处。他不认得我了吗？没办法，只能跟上去了。小红帽深入了洞穴，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。是洞穴里的野兽吗？还好我带着那块手帕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但洞穴似乎深不见底。时间已经到了15分钟，要原路返回吗？不行，现在返回就前功尽弃了，继续前进。小红帽又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29分钟，还没走到头吗？为什么这个洞穴那么深？不是吧？时间已经到了吗？周围的野兽向小红帽靠了过来。糟糕！怎么回事？野兽都逃走了，他们在害怕什么？是马克叔叔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和那个光球有点类似，但给人的感觉……
当时我中了一发炮弹，已经奄奄一息，但距离我上一次变身刚好到了5分钟，所以我成功完成了第2次变身，他们立刻就撤退了。之后呢？之后，我脑子就一片空白了。什么？一片空白？有的狼人在变身之后确实会失去理智，但在我身上从来没发生过。马克叔叔，难道是因为那团黑雾？不对，那种黑色的东西我以前见过，它只在迷雾区域出现，因此它应该是我进入这个山洞之后才遇到的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总之，在搞清楚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再变身了。那如果再次遇到危险的情况，那就尽量想别的办法。马克叔叔，如果你不可以变身，那么我可以吗？布兰妮，你终于意识到了吗？是的，其实我早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，只是内心一直没有做好准备。但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了。其实我是一个天才，是一个孤儿，是一个狼人。为什么我能够使用那个能力？村长为什么要派人抓我？都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天才。这种关键时刻，你居然那么不严肃，给我重来一遍。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一名狼人。这将是你走向成熟的开始，而你是否能变身，马上就能知道了。跟我来。马克戴着小红帽，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从洞口的另一端出来了。这个洞穴其实是通往童梦山的进道。太好了，我已经能看到远方的山头了。再往上看，看到月亮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了？集中注意力，仔细盯着看。就是一个圆圆的月亮，没什么特别啊。别急，深呼吸，然后去认真的凝视它。认真的凝视。这像一只眼睛睁开了，月亮变成了一只眼睛。不是月亮变成了眼睛，只是你眼里的月亮变成了眼睛。啊！现在你告诉我，这只眼睛睁开了多少？我眼里看到的是这样的。目前为止，你还没有达到变身的条件。为什么啊？这只眼睛必须至少睁开到一半，这是狼人变身的最低要求。是我太弱了吗？这跟强弱无关，只跟心智有关。那么马克叔叔，你眼中的月亮睁开了多少呢？我眼里的月亮睁开了70%，你外婆是我见过最厉害的，到达了90%。外婆那么厉害吗？那我现在是？你现在睁开的这个位置，差不多应该是。应该是20%左右，但你也不用灰心，随着你的成长，这只眼睛会慢慢睁开的。马克叔叔，如果这只眼睛完全睁开，会发生什么？据说，狼人在看到月亮100%睁开的时候，灵魂会立刻被月亮接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只是个谣传，我们不用去多想。好啦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两人到达了童梦山附近的丛林。接下来要小心了，迷雾区域之所以危险，是因为在这里，心智有可能会被污染，并且还要面对被污染的野兽。什么是被污染？一旦被那种黑色的东西污染，那么起初会双眼迷离，意识模糊，最后会像我之前那样，眼睛变成黑色，丧失心智。前方有2头野兽，现在必须判断哪只野兽被污染了。但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睛。仔细看，被污染的野兽外貌会发生变化。那么，哪只野兽是被污染的呢？这头野兽的轮廓应该是熊，
但这只熊却长着长长的尾巴，它被污染了。很好，我们避开它。两人的面前又出现了3头野兽，只有其中1头是正常的，那么是哪一头呢？这应该是一只猴子，但却长着尖尖的耳朵，而这是一头鹿，但却有锋利的牙齿。只有这只野猪看上去是正常的。好，我们走这边。两人在迷雾中前进，不久之后来到了一座悬崖边。过了这座吊桥就是童梦山了，到时候就知道你外婆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了。布兰妮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吊桥上好像有一个人，是猎人叔叔。小红帽，我不能让你过去。猎人叔叔，你先从桥上下来好吗？从小我看着你长大，你很调皮，身边的人都管教你，而只有我是最顺着你的那个。是的，一直以来我有什么奇怪的想法，你都会支持我。就连村长下令要抓你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所以你就再支持我一次吧。但我没想到你是想去童梦山，这座被诅咒的死亡之山。你一定是被那个狼人蛊惑了。不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小红帽，我跟了你一路，在山洞里的时候，那个狼人差点杀了你，我都看到了。那是因为他被那团黑雾污染了。如果他想保护你的信念够坚定，就算被污染了，也不会攻击你。我说的对吗，马克？你说的对，马克叔叔。布兰妮，这确实是我的意志不够坚定，他的怀疑是合理的。怎么会？亨特，我没有任何借口，但我必须带他过去。如果你想带他过去，就必须打倒我。这里不是地下室了，这里是悬崖，掉下去就没命了。所以，你做好觉悟了吗？必须得这样吗？马克，我们同为米兰达的门徒，从小到大，我没有一次赢过你。但今天，我是不会输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做个了断吧。什么？你们以前是朋友吗？那为什么还要打？我们从来不是朋友，他是我必须击败的对手。布兰妮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你在旁边好好看着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。这，我不理解，明明都是想要保护我，为什么非得决斗？等你长大以后，会理解的。哎呀，好疼！为什么我这次又输了？亨特，休息吧，我真的不想再打了。明明我比你更努力，但为什么就是赢不了？你干嘛那么在乎输赢呢？就因为你是一个狼人，天生就比人类强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要不下次我只用一只手和你打，这样就公平了吧？混蛋，竟敢小看我！但是你先说不公平的呀，那要怎么样你才满意？马克，再比一次，这次我一定要打败你！你们狼人不要小看人类！等等，横扫有可能会破坏这座吊桥。只要有一瞬间的犹豫，就会败北。这是米兰达教我们的。亨特，你赢了，但我还是要带布兰妮过去。对不起了。你们狼人都是卑鄙的家伙。不是吧，猎人叔叔？眼前的这个狼人将猎人叔叔杀死了，他靠过来了，他的眼睛为什么还是黑色的？我应该逃跑吗？
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。什么情况？马克叔叔中箭了，我到底应该松一口气，还是应该悲伤？还好赶上了，小红帽，快回来！布兰妮，趁我还有最后一点理智，快过去！小红帽，那个狼人现在很危险，别往前走。这一路我和马克叔叔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不能在这里退缩，我得去吊桥对面。小红帽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海伦的麻醉刀就要过来了。我还有一颗烟雾球。布兰妮，再见了。保德，化解烟雾。不行，这个狼人庞大的身躯把前面挡住了。哈姆，来了，狼人，下去吧。布兰妮，放心，没有人能够抓住你。此时狼人瞄准的是狼人，用最后的力气割断了吊桥，而小红帽刚好跑到了吊桥的对面。小红帽，沿着绳子爬回来。不，我不能让马克叔叔白白牺牲，否则我们就把你的妈妈也推下去。妈妈，我只给你10秒钟的时间，你得好好考虑，是看着你妈妈掉落山谷，还是沿着绳子爬回来？是沿着绳子爬回去，还是自顾自逃走？村长一定是在吓唬我，我妈妈是修女，她不可能随便杀死一个修女。已经到这里了，我不能回去。小红帽转身，准备往童梦山深处走去。布兰妮，不要怪我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妈妈，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种花呢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随手种一下，陶冶情操吧。只是随手种一下吗？但你种的花已经变成一片花海了，这样才显得生机勃勃，不是吗？但到了冬天，它们还是会死啊。那不是死哦，那只是枯萎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枯萎的花，只要条件成熟，还能再次绽放；但死去的花就无法再绽放了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绝对不能让这些花死掉。不，花总会死的，但没关系。死去的花朵会变成养料，去滋养新生的花朵。所以呢，死亡其实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，也是另一种开始。外婆死了，真心想保护我的人也死了，连妈妈都死了。我想再重来一次，这就去见那个光球吧。布兰妮，不要！等等，既然都要去见那个光球了，为什么不先去童梦山看看呢？小红帽在空中转身，奋力抓住了悬崖边，救命！坚持住，此时应该把飞刀射向哪里？瞄准他的脚下，或许可以给他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海伦的飞刀定在了小红帽脚下的岩壁上。海伦姐姐，谢谢你。小红帽踩着飞刀爬上了悬崖，然后往童梦山的深处跑去。海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……你以为你是在救他吗？前往童梦山一样是死，并且死前还要经历一番痛苦。就算他是狼人，但他也是小红帽。罢了，我们先去把那3个人救上来。什么？他们还有救吗？
我已经提前布置好了，他们会落到一张大网上。走吧。莫维斯，你不走吗？我只想亲眼目送一下他，看看我们的小红帽能走多远。这就是童梦山吗？周围这些是蘑菇吗？这是哪里发出的声音？不管了，先往前走。有东西在嘶吼，这又是什么声音？等等，难道发出这些声音的是我的幻听吗？还是神明？又或者是蘑菇？发出声音的时候，蘑菇在动，难道是蘑菇的声音吗？他们是想告诉我前面有怪物吗？目前无法判断，先走这里吧。前面好像有怪物，别慌，慢慢后退。好险！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刚才哪只蘑菇是对的呢？蓝色蘑菇说这里有怪物，看来他是对的。这次走右边试试。这条路没有怪物，看来蓝色的蘑菇说实话，红色的蘑菇说谎话。又听到嘶吼声了，蘑菇又有反应了。这只蘑菇似乎还没长大，无法判断它是什么颜色的。那么这次怪物在哪里呢？可以相信蓝色蘑菇的话，他说这个小蘑菇是红色蘑菇，也就是说这个小蘑菇在说谎。怪物应该是在这里，那我就避开它。情况越来越复杂了，这次怪物在哪里呢？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可以确定这两个地方都有怪物，那只能走剩下那条路了。小红帽靠着他的判断继续前进，他走到了一条笔直向前的小路上。还好我聪明机智，看来童梦山也没有那么可怕。但外婆到底想让我走到哪里呢？什么？红色和蓝色都说前方有怪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眼前站着一个人。小红帽要遇到他的第一重考验了。眼前的这个生物有一点不寻常，那么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他的头顶有东西在往上飘，应该和那团黑雾是同一种东西。那就再把爪子甩出去，消灭它。什么？又重新聚集了？这是为什么？等等，它变大了，和上次的情况一样。小红帽，冷静下来。上次那团黑雾变大是因为我喊叫了，我逃跑了，还是我害怕了？没错，是因为我害怕了。而当我害怕到转身逃跑的时候，周围就变成了黑色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洞口的那些人是背对着洞穴的，他们当时正在逃跑。但如果朝他正面走去，小红帽朝着那个黑影冲了过去。小红帽，不要怕，你越怕，他就越厉害。那个东西消失不见了。我明白了。红色和蓝色蘑菇都说前方有怪物，
是因为如果害怕，那么前方就是有怪物；如果不怕它，那就是没有怪物。什么？他居然做到了！莫维斯，也让我看看吧。一般人看到这个情景，第一反应一定是逃跑。难道他不怕死吗？你好像对童梦山挺熟悉呀。是的，因为我以前去过。能给我讲讲吗？这是我来村子之前的事了，你可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童梦山有3个区域，分别是山底区域、山腰区域，还有山顶区域。山底区域偶尔会有一些矿工来访，那里潜伏着被重度污染的野兽。而小红帽所处的是山腰区域，那里野兽不多，但很容易被污染。如果继续往上走呢？再往上是马利菲森县，这是围绕着山头整整1圈的空气屏障，我也就只到过这里。再往上的山顶区域，就真的没人去过了。莫维斯，你以前为什么要去那里呢？只是单纯的想探险而已。当初我们是一支不知天高地厚的探险队，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回来，而小红帽只有孤身一人。愿神明保佑他吧。小红帽继续往山上爬，他看到了远处有一座房子。前面的房子我认得，是落日酒馆，是我的家，是外婆的家。怎么可能啊？这座房子分明是外婆的家，不可能，应该只是个巧合。这里怎么可能是外婆家？一定是有人照着外婆家的房子一模一样建造的。等一下，小红帽发现了这座房子的诡异之处。那么诡异之处在哪里呢？窗户，这里的窗户也破了一个洞。房子的样式有可能一模一样，但窗户一样被打破，这就太奇怪了。是幻觉吗？不对，可以触摸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房子，只能进去看看了。那么，和上次一样翻窗进入，还是开门进入？先试试翻窗进入吧。小红帽试着翻窗进入，却被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挡住了。奇怪了，好像有一层透明的东西把这里堵住了。总之，从窗户是进不去了。小红帽推了推门，门也锁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不就是米兰达的家吗？一定是小红帽的幻觉。穆勒，如果是他的幻觉，那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呢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在童梦山遇到的事情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，所以一定不是幻觉啊。但每个人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，所以它也不是现实啊。你只会说这一个字吗？你只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小红帽，你要如何应对呢？要绕开房子继续走吗？不行，外婆让我来童梦山的原因很有可能和这座房子有关，但我现在根本进不去，怎么办呢？要不敲敲门？小红帽敲了敲门，但没有任何反应。没有反应，也是，怎么可能会有反应呢？等等，我记得马克叔叔第一次来到外婆家门口的时候，他的敲门是有规律的。这个规律是，我记得应该是，试试看吧。门自己打开了，门自动打开了，小红帽进入了屋子。里面的布置几乎和外婆家一模一样，但床上好像躺着一个人。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转身离开，还是拿起武器，或者走到床边？
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，我觉得应该先拿起武器。床上的生物爬了起来，是一头狼。眼前的那头狼扑了过来，躲开它。什么？为什么无法避开？妈妈，布兰妮，你醒了。原来都是一场梦吗？昨天你在森林里晕倒了，然后就睡到现在，一定是做噩梦了。我在森林里晕倒了。是的，昨天早上我让你去外婆家送信，而你在路上遇到了一头大灰狼。大灰狼？那大灰狼一路跟踪你，最后在你到之前溜进了外婆家里。那外婆呢？外婆刚好有事出门，所以大灰狼躺在床上，假扮成了外婆。啊！大灰狼追了你一路，还好猎人叔叔及时出现，打死了那头大灰狼，而那时候你已经晕倒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些都是谎言。谁在说话？怎么回事？我又回到了这里。床上还是躺着一个生物，是那头狼吗？那么这一次我应该转身离开，还是拿起武器，或者走到床边？我不是那头狼的对手，赶紧离开。这又是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周围又变成一片漆黑了。你妈妈为了保护你幼小的心灵，编造了一个童话。这个声音好熟悉。布兰妮，告别你妈妈的童话，面对你童年的恐惧。他在说什么？告别童话？我想起来了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在外婆家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大灰狼，之后妈妈就跟我讲了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现在仔细回想，当时躺在外婆家床上的就是大灰狼、外婆、马克叔叔。我已经知道外婆是个狼人了，那么当时我看到的其实就是外婆。又回来了，床上还是躺着人，此时应该转身离开，还是拿起武器，或者走到床边？这一次试着走到床边吧。小红帽走到了床边。外婆，你的手怎么那么大？没错。外婆，你的耳朵怎么变得尖尖的？是的。外婆，你的眼睛怎么变成了黄褐色？对，你都看到了。外婆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布兰妮，不要一直活在你妈妈的保护下，像马克一样接受试炼。救命！小红帽一直跑，最后在森林里晕倒了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布兰妮，逃避是没有用的。你到底是外婆，还是外婆的灵魂？都不是。是继续逃跑，还是侧身闪避，还是格挡？没错，就算逃跑，也会再次回到这里，躲开他。当你的对手也有这个能力，光闪避是不行的。又回来了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侧身闪避还是格挡？光闪避是不行的，这次闪避的同时进行格挡。有进步了，但你不能放松警惕。这到底还要重复多少次？
继续，直到你开窍为止。小红帽他为什么一直对着空气跳来跳去？让我看看，看来小红帽已经被污染了。那该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污染的。小红帽有交代在这里了吗？但有一点很奇怪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一旦被污染，应该是一动不动才对，而他的动作反而越来越快了。莫维斯和穆勒一直看着小红帽，时间不知不觉过了1个小时。小红帽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了。不可思议，应该早已经超过他的体力极限了。原来你还有一个，干嘛不早点拿出来？很好，已经能坚持5分钟了，但这就是你的极限吗？我快不行了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循环？无法摆脱这个循环，是因为你还是在害怕。为什么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还是在害怕吗？你在害怕，眼前的这个人会不会真的是你外婆？所以你下意识的只防御，不敢进攻。布兰妮，你外婆已经死了。布兰妮，拿出你的血性来，你可是一个狼人。闪避或者格挡已经无济于事了，用尽全力反击吧。小红帽所在的房子消失了，但他的生命力也已经枯竭了。我们只能为他默哀了。但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不是他的结局呢？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。这是光球。你可以叫我先知。先知，又见到你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又死了吗？很遗憾，是的。但你的各项能力和上一次相比，有了惊人的提升。那么，我还能再重来一次吗？这是肯定的，只要再献出你1/4的灵魂。每次重来都要献出1/4的灵魂吗？是的，时间回溯一定是有代价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还有4次机会，3次机会，2次机会。总共有4次机会，之前我已经用了1次，那么我还剩下3次机会。好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下妈妈和外婆，还有马克叔叔和猎人叔叔，所有人都不能死。我愿意献出这1/4的灵魂，请让我回到周3晚上，也就是妈妈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晚上。请让我回到周3晚上，也就是妈妈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晚上。很抱歉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时间回溯只能回到你的铭心时刻。铭心时刻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人的记忆都是模糊的，但人的一生总有那么几个瞬间是印象深刻的。我相信你也有。是的，有些记忆印象特别深刻。但印象深刻还不够，要达到铭心时刻，当时的记忆必须更清晰，清晰到每一个毛孔都记得当时的感受。啊？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时刻，而你在某一个瞬间刚好达到了这个标准。那么是哪一个瞬间呢？仔细回想，在我第一次触发能力的时候，身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，
这种感觉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没错，那一个瞬间就是你的铭心时刻。但上一次时间回溯，我并没有回到那个时间点啊。时间回溯具有不稳定性，以你的铭心时刻为中心点，降落在前后12个小时之内都是有可能的。原来如此，我的铭心时刻大概是晚上8点，也就是说，最早会回到当天的早上8点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刚从噩梦中惊醒。最晚会回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，那个时候，猎人叔叔正准备和我回村子。等等，还有一种情况，第二天早上的8点，我还在哈瑙镇的教堂睡觉。不会的，时间回溯只会回到最初的那条时间线上。我明白了。但临走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问吧。如果我的灵魂全部献上了，那我会怎么样？关于这点，只有在你献上全部的灵魂后，你才能知道。好吧，那就开始吧，让我再重来一次。再次去寻找你的出路吧。时间并不是一条笔直到底的小路，而是一座迷宫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这么说，我是回到了第一次出门之前吗？等等，也有可能是第二天回家之后。那么此时家里还藏着一个人，我现在到底在哪个时间点呢？根据眼前的线索，现在到底是哪个时间点呢？是我第一次出门前，还是第二天我回到家之后？桌子上并没有蜡烛，其他2个地方也是我第一次出门时的样子。小红帽为了保险起见，来到了门口查看。果然，门口也放着妈妈留下的篮子。看来我回到了第一次出门前。首先，我要去救妈妈，但妈妈现在在哪里呢？村长说，妈妈被狼人抓走了，而我在吊桥上，明明看到妈妈被村长他们关在笼子里。第一种可能，村长骗了我，其实抓走妈妈的就是他们。第二种可能，妈妈确实被狼人抓走了，但后来被村长他们救了出来。那么应该是哪一种情况呢？似乎这2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。目前的线索还是不太够，先去村子里收集一些情报吧。小红帽在村子里到处游荡，但却一个人也没见到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？对了，有一个人应该还在村子里，那个人是……没错，是铁匠，大胡子叔叔的儿子。小红帽来到村口，铁匠的儿子拦在面前。森林里很危险，你不能过去。哼，加斯顿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是的，因为村子里的每一个女孩，以后都有可能是我的未婚妻。这个家伙还是老样子。好吧，那你是怎么知道森林里很危险的呢？因为有狼人来了。有狼人？是马克叔叔，还是抓走妈妈的那个呢？但你放心，他被我揍了一顿，已经逃到了森林里。怎么样，被我迷住了吧？是的，赶紧跟我说说你的英勇事迹，越详细越好。昨天晚上我还在熟睡的时候，村子里响起了一声长长的狼叫，把我吵醒了。你应该也听到了吧？是吗？我并没有听到。那狼叫那么响，你都没听到吗？整个村子的人都被吵醒了。整个村子的人都被狼叫吵醒了，而我却没有醒，这是因为我家的隔音好。我入梦太深了，我被迷晕了。乡村的房子哪有什么隔音？是入梦太深吗？不对，
每天早上的鸡鸣都能把我从梦中唤醒，更别说能把全村都吵醒的狼叫了。难道是我被迷晕了吗？就像那一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很困。如果是这样，迷晕我的又会是谁呢？小红帽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我当然在听。然后呢？然后大人们纷纷出门查看，听说是有狼人进村了。村子里的守卫开始和狼人周旋。当时大概是几点？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。我当时正想看守卫们打狼人，我爸爸却把我锁在了屋子里，然后自己跑了出去。也就是说，之后的事你都没看到？当然不是，区区一座房子怎么可能关得住我？我花了1个小时，终于从烟囱爬了出来。这确实是你的风格。但此时战斗似乎已经结束了。村长让所有人关好门窗，没有他的命令都不许出来。难怪村子里一个人都看不到。村长这么做是因为方便守卫与狼人战斗，有东西不想让人看见。狼人还没有被抓住，守卫们与狼人的战斗已经结束了，但村长却不让大家出门，应该是狼人还没有被抓住。小红帽，别走神，之后就是我的英勇时刻了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村长让非战斗人员都躲在家里，但我可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啊。于是我偷偷在村子里寻找狼人，你猜怎么着？居然真的被我在村子的一个角落找到了。加斯顿，当时这个狼人是不是还抓着一个人？啊，好像并没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狼人并没有把妈妈抓走吗？于是我勇敢地捡起一把石头，朝狼人砸了过去。啊，那你砸中了吗？当然，好几块石头都砸中了。那狼人被我打得口吐白沫，耳朵还被砸出了一个洞。被你打得口吐白沫，耳朵还被砸出了一个洞？千真万确，我绝对没有骗你。这个加斯顿虽然平时喜欢吹牛，但他一般不会凭空捏造，只是会夸大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应该有真实的部分。那么真实的部分是，狼人被打得口吐白沫，狼人的耳朵被砸出了一个洞，狼人当时的外貌。几块石头是不可能打伤狼人的，因此真实的部分只可能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狼人的外貌。说到那个狼人的外貌，我记得在村长的记忆里出现过，应该是第22集。当时的画面是这样的：这是一头狼人，他把我吃了。结合村长的记忆，那么加斯顿所说的口吐白沫，其实是狼人嘴里的棉花，狼人嘴里的牙齿，狼人嘴里的口水。村长看到我被吃了，显然那个被吃掉的不是我。那么真相就是，当时狼人嘴里的只是一个长得像我的布娃娃，而加斯顿所说的口吐白沫，其实是那个布娃娃被咬破后露出的棉花。再看另一条线索，加斯顿所说的狼人的耳朵被砸出了一个洞，其实是石头砸到了狼人的耳朵里，狼人的耳朵被打歪了，狼人的耳朵本来就有一个洞，应该是狼人的耳朵本来就有一个洞。加斯顿在看到狼人后，惊恐之下扔出石头自保，于是看到了狼人耳朵上的洞，却误以为是自己用石头砸出来的。结合这2条信息，当时村长看到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耳朵上有洞的狼人，其实就是马克叔叔、外婆，另有其人。不管是平时的外婆，还是在铜洞山看到的狼人外婆，耳朵上都有洞。这么说，昨晚进村的狼人原来是外婆吗？小红帽，你是不是已经被我英勇的表现给惊呆了？没错，你打中了狼人。那之后呢？之后那个狼人让我走，于是他就往森林逃跑了。那个狼人让你走？是的，
他一定是怕了我才叫我走的。那么，他的原话是什么？他当时好像是说你先走。外婆当时为什么要说你先走呢？外婆害怕加斯顿，外婆让加斯顿滚，外婆在和别人说话。外婆的这句话一定不是对加斯顿说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外婆的身边还有另一个人。那么另一个人在哪里呢？没错，那个人应该就在草堆后面，而加斯顿刚好没有看到。那么那个人应该就是妈妈。没错，不可能是其他人了。我明白了，村长确实看到狼人抓走了妈妈，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外婆和妈妈演给村长看的。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贾斯顿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爸爸都快急疯了。巴特爷爷，戈登叔叔，赶紧给我滚回家！小红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昨天明明看到你被狼人吃了。是吗？看来狼人吃掉的并不是他。那么小红帽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我听说妈妈被狼人抓走了，我要去找她。让我们去找就行了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戈登，不如带上小红帽一起找吧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不，这样最好。小红帽，你说呢？为什么我不知不觉地紧张起来了？今天的巴特爷爷让我感觉很不对劲。难道说……我记得在我和猎人叔叔辩论的时候，大家都围了上来，但是当猎人叔叔被打晕后，围观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。那个人是发明家叔叔，还是大胡子叔叔，或者说是巴特爷爷？没错，就是巴特爷爷，他当时已经不见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当时巴特爷爷提前躲进了我的家。仔细回忆之前那个人的身形，应该不会错。那么潜入我家的就是巴特爷爷。如果巴特爷爷就是那个潜入我家的人，那我得小心了。巴特爷爷，大盗贼叔叔，你们带着我会是一个累赘，我还是自己去找吧。小红帽，这绝对不行，你一个人去找太危险了，我们可以在路上保护你。看来暂时摆脱不了他们了，那就将计就计，先带着他们去找马克叔叔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外婆家的路线，而马克叔叔当时出现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往那个方向前进。那就谢谢你们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们应该走另一个方向。为什么？森林的方向已经有人去找了，我们应该往另一个方向找。可恶，似乎无法反驳，该怎么办呢？是直接跑向森林，还是先顺从他们？直接跑向森林吗？巴特爷爷虽然已经老了，但大盗贼叔叔曾经是个著名的山贼，他一瞬间就能追上我，更何况我现在也没有武器，不如先顺从他们，然后再找机会溜走。巴特爷爷说的对，那我们就往另一个方向找吧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贾斯顿，你给我滚回家去！小红帽跟着巴特和戈登一路往南边前进。左边是村落，右边是湖边小屋。小红帽，你觉得狼人会往哪里跑？关键不是外婆会往哪里跑，而是哪里比较方便我逃跑。村落虽然道路复杂，但当地的村民很有可能帮他们一起抓我。而湖边小屋充满了雾气，有类似烟雾球的效果，说不定我能趁机溜走。我觉得狼人会往人少的地方跑，比如这个湖边小屋。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去湖边小屋吧。巴特爷爷，如果真的遇到了狼人，你们能应付吗？
怎么，你在小看我们？不，我只是觉得狼人应该很厉害，否则村长也不会让全村的人都躲在家里了。没错，变身后的狼人有以1敌100的能力，但我和戈登有专门对付狼人的方法。啊？是什么方法呢？小红帽，你好像对这个很感兴趣吗？没错，我很好奇，能告诉我吗？当狼人出现后，你自然会知道的，但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看到。哈哈，小红帽，你放心吧，就算遇到狼人，我们也不会让他碰你一下的。谢谢大盗贼叔叔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好了，湖边小屋就在前面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门被锁住了。没关系，开锁就交给我吧。妈妈，布兰妮，你怎么没去外婆家？妈妈，我们得一起去，然后和外婆一起逃走。不好！为什么他能反应得过来？而且这不是一般人的速度。巴特爷爷，你为什么突然把门关上了？我是为了不影响你们母女团聚。是吗？但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因为想保护我们，想避开我们，想把我们关起来。你是想把我们关起来吧？小红帽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妈妈在这里，说明狼人很有可能也在附近，你们待在屋子里才最安全。这个巴特爷爷说谎都不用打草稿吗？好吧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正面对抗，还是先待在屋里？要正面对抗吗？如果我有武器，说不定能试一试。但现在我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。如果乖乖待在屋里，一定会被他们锁在里面，只能坐以待毙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小红帽，赶紧进去吧。你难道不想和妈妈说说话吗？小红帽，听巴特爷爷的准没错，有我们在外面把风，不会有狼人进来的。可恶，没有武器，也没有烟雾球。早知道从一开始就直接冲向马克叔叔所在的森林了，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大白天的，怎么会有月亮呢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是啊，只有几朵云而已啊。难道他们看不到吗？好吧，那就趁现在打晕他们，开溜，跳进湖里。要同时打晕他们2个，我可没有这个信心。跳进湖里吗？偷偷告诉大家，我其实不会游泳，不如直接开溜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居然用那么低级的手段！戈登，抓住他！小红帽，你还想玩小时候的追逐游戏吗？你哪一次不被我抓到的？好快！大盗贼叔叔，我们平时那么要好，没想到你也要抓我，你这个讨厌鬼！你说什么？我是讨厌鬼？不可能，我居然被讨厌了。还是老样子。那么现在，继续挖苦他，趁机打他，继续逃跑。现在只能继续逃跑，然后想办法甩开他们，最后再绕回来把妈妈接走。就这么干。大盗贼叔叔是个讨厌鬼，小红帽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服从村长的命令而已。什么？这都甩不开他吗？我不想被你讨厌，但是
请你也不要让我为难。他的手伸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是加快速度，还是突然停下？我们都在高速前进，加快速度也无法和他拉开距离，现在应该突然停下。刚才那个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原来他能从门缝里逃出来，不是巧合。小红帽，为什么你能使用高速感知？什么高速感知？你刚才看到我的慢动作了吗？通常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无数战斗，才有可能掌握这个能力。你是想夸我是个战斗天才吗？并不是。哼！但我听说在极少数的狼人当中，有天生就能掌握这个能力的。我受够了！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那么在意我是不是狼人？我是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就这么承认了吗？就算我是狼人，难道以前我们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抓我？真的太讨厌了。我这个……所以，大盗贼叔叔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小红帽，有些事情你还不了解，但如果你真的是个狼人，我就必须抓你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村长到底给你们下了什么命令？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阿斯菲尔德。糟糕，动弹不了了！大盗贼叔叔，快帮我解开，否则你就真的是个讨厌鬼了。小红帽，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没有选择。戈登，干得好！小红帽，休息一下吧。不乖的小孩就得用特殊的方法去哄睡着。跟上次一样，此时应该屏住呼吸，努力挣脱，闭上眼睛。不能吸入这些气体，我得屏住呼吸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假装晕倒。对，只要我能坚持到气体散去，就还有机会。看来村长是对的，小红帽果然是个狼人。我早就说了吧，你们几个非要亲眼见到才信。如果我们把小红帽带回去，村长真的有办法让他变回人类吗？放心吧，只要小红帽的觉醒程度低于20%，村长就一定有办法。但万一小红帽的觉醒程度高于20%呢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他妈妈从小就不让他知道任何关于狼人的事情。我是说，万一呢？那就再想别的办法。你们不会像对待其他狼人一样把小红帽烧死吧？放心吧，我们不会那么做的。不行，我坚持不了了。希望那些气体已经散掉了。不对，还是感觉一阵头晕。气体还没散干净吗？对了，刚才我就在奇怪，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？是幻觉吗？布兰妮，拿出你的血性来，你可是一个狼人。拿出血性来。对，还不能放弃。为什么会有东西烧焦的味道？什么情况？绳子被烧掉了。等一下，小红帽呢？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。小红帽，回来！他的速度比刚才快了好多。小红帽，无论你跑掉多少次，我都能把你抓回来的。这又是什么？
轻人最大的错误。此时应该攻击哪里？巴特爷爷的烟斗，还是大盗贼叔叔的口罩？刚才他们两个也在催眠气体当中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受影响。巴特爷爷是因为自己对这个气体免疫，而大盗贼叔叔是因为他戴着口罩。屏住呼吸，然后动手。糟糕！好困，小红帽，真有你的。可当，你太大意了。哼，你们都大意了。我刚才就说了，我布兰妮是一个战斗天才。等一下。今天还有重要的事，感谢各位观众一路上陪伴我冒险。但《公主的迷宫》第1季已经结束了，我得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告别了。这整整70集，你终于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，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了。哼，马克叔叔，你还说风凉话？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救我？放心吧，到了第2季，我很快就会出来。我们的故事也将迎来最后的篇章，布兰妮，期待你第2季的表现。那还用说，到时候让你大吃一惊。哈哈，在小红帽布兰妮的故事结束后，还会有《公主的迷宫》白雪公主篇，到时候我和布兰妮也会在里面客串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是的，大家如果想快点看到我，就在评论区留言催更，这样可以加快第2季的制作速度哦。那么各位，再见了。